美国32岁驯兽师与虎鲸互动时突遭反扑，巨手疯狂撕咬拖拽，水池被瞬间染红，惊悚一幕吓得救援人员当场失声尖叫。据美联社报道，1987年，约翰·希利克在一次表演中被2头虎鲸夹在中间碾压受伤。媒体当时对事件的了解并不多，只被告知这是训练员的失误，是希利克自己的责任，因为他本该在那个时机离开虎鲸的背上。在那场例行的表演中，海洋世界的训练员约翰·希利克面带灿烂的笑容，与2头他最信任的虎鲸优雅的同游，但谁也没想到，这笑容很快变成了惊恐，他即将经历一场可怕的事故，并从此留下终身伤痕。当时希利克正骑在一头名叫柯基的雌性虎鲸背上，一切看似和平常一样。突然，另一头名为奥里2号的虎鲸猛然冲来，腾空跃起，狠狠地砸在希利克和柯基身上。观众席上一片惊呼，人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奥里的身体重重压下，导致希利克多处严重骨折，包括脊椎、股骨和骨盆，从此只能坐轮椅。这是震惊世界的虎鲸袭击希利克事件。希利克在海边的小镇长大，从小就充满好奇心，喜欢在潮池中探险，收集贝壳。上学时，他成绩中等，不算拔尖，也不算落后，但对科学尤其是海洋知识有着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后，他决定追随自己的热情，学习海洋生物学。在大学的4年里，他学习了从鱼类解剖到洋流原理的各种课程。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在海上为课程做研究。大学期间，他在当地水族馆找到一份兼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并照顾海洋动物，喂鱼、清理水池，还协助开展面向游客的科普活动。毕业后，希利克如愿进入海洋世界工作，主要负责虎鲸和海豚的训练与护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业，与自己最着迷的动物朝夕相处。在海洋世界，希利克每天都在教动物新动作，照顾它们的健康，并与它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在了解每一只虎鲸的独特性格上，哪一只脾气急躁，哪一只喜怒不形于色，哪一只会在水面多停留1秒只是为了和你对视。但这份工作远不是外人眼中那样浪漫，长时间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严格到几乎没有喘息空间的日程安排，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都是常态。然而希利克热爱其中的每一分钟，他坚信只要自己付出努力，就能让这些动物的生活多一分舒适，多一丝安全，这就是一切意义的所在。在圣地亚哥海洋世界的水池中，奥里2号与柯基2条命运截然不同的虎鲸，生命轨迹在此交汇。奥里2号是一头雄性北方居民型虎鲸，1968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彭德港被捕，当时不过6岁。从那以后，他在海洋世界的表演水池中度过了20年，每天都会为游客展示力量与技巧，直到因健康并发症过早离世。他的一生里曾多次发生与人类及其他虎鲸的行为冲突，但在海洋世界的舞台上，他依旧是难以忽视的存在，既是明星也是隐患。柯基的故事则带着另一种伤感与坚韧。他出生于1965年，生活在智利外海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海域。4岁那年，他亲眼目睹家族中7名成员被人类捕走的惨烈一幕，惊恐的水声，四散的同伴，海水中蔓延的血腥味。很快，他也被巨网困住，调离大海，送往太平洋海洋乐园，与一群同样被囚禁的虎鲸共处。死后多年，他多次怀孕，却从未成功养大一头幼鲸。即便如此，他依然温顺、耐心，甚至会在训练中微调动作，以避免让缺乏经验的年轻训练员陷入危险。1987年，柯基被转移到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与希利克相识。即便在晚年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依旧是园内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然而，他的圈养生涯始终伴随着争议，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他送回野外，让他与幸存的家族成员重聚。奥里与柯基，一刚烈一柔顺，一生充满冲突与舞台轰鸣，另一生却以沉默与耐心面对命运。他们的故事不仅揭示了海洋哺乳动物圈养生活的复杂与残酷，也刺痛了人类关于娱乐与伦理的底线。他们提醒着人类，圈养会对这些高智商的生命造成深远而不可逆的影响，而为他们争取更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几乎每一次表演，
希利克都会出现在水池边或虎鲸背上，他与这些庞然大物之间隔着水花、信任与无法言说的风险。1987年的那个下午，圣地亚哥海洋世界的水池边，欢呼声此起彼伏。约翰·希利克骑在雌性虎鲸柯基2号的背上，正配合着表演动作，水花飞溅，灯光闪烁，观众以为一切都在按剧本进行。然而下一秒，意外像暗流一样突然袭来，一头重达544公斤的雄性虎鲸奥里2号猛然从水中腾起，像一块巨石般带着惊人的力量和速度，直直砸向水面上的2道身影。现场一片惊呼，那巨大的黑白身躯砸在希利克和柯基身上，水面瞬间爆出白色水浪。希利克被推入水底，胸口像被卡车碾压，耳边全是轰鸣的水声和骨骼断裂的闷响，骨盆、股骨、肋骨多处碎裂，几秒钟的窒息足以让他命悬一线。经过几番周折，希利克被救了上来，但这一撞终结了他的舞台生涯，也让他此后只能依靠轮椅度日，开始漫长而痛苦的康复之路。事故的录像多年后被重新曝光，在公众心中掀起了巨浪。是什么引发了奥里的这一击？有人推测他是在嫉妒或愤怒中失控，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表演前发生的性行为干扰有关。动物行为学家指出，虎鲸会通过细微的肢体和眼神变化来释放情绪信号，比如瞳孔颜色的变化、尾鳍的拍打，都是烦躁甚至攻击的前兆。如果驯兽师无法正确解读或忽视这些信号，悲剧就会如影随形。然而，希利克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海洋世界的历史中，还有多名驯兽师被虎鲸伤害，甚至失去了生命。海洋世界刚开业时，以与海洋巨兽零距离接触的独特体验吸引了无数家庭游客。但在舞台背后，关于动物待遇的质疑声早已暗然滋长。虎鲸是顶级掠食者，也是极其聪明的社会性动物。在野外，它们与家族成员朝夕相处，依赖复杂的声信号和行为体系生存。而在海洋世界，它们被关在狭小的混凝土水池中，失去了广阔的海洋，失去了群体结构，被迫一次又一次为游客表演不属于他们的动作。这种环境不仅摧毁了他们的天性，也在他们的心灵中种下了焦躁与痛苦的种子。虎鲸之间的冲突，对同伴甚至驯兽师的攻击，只是这种深层创伤的必然结果。约翰·希利克的事故成为公众质疑海洋世界的转折点。它不只是一起舞台事故，而是一次让人不得不正视圈养背后真相的重击。这起事故被许多人视为圈养海洋动物带来负面影响的铁证。许多反对者指出，问题不仅限于虎鲸，海洋世界对海豚、海狮、企鹅等动物的饲养方式同样饱受批评。这些动物被迫生活在与其天性背道而驰的人工环境中，反复进行高度程式化、毫无自然意义的表演，只为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动物保护人士直言，这种娱乐模式本质上是对生命的剥削。面对指责，海洋世界却一再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宣称，园内为动物提供了行业内最高标准的照料，首要任务是保护与教育。管理层反复强调自己在救助与康复受伤海洋动物方面的努力，并列举资助科研和保育项目的成绩，坚称这是企业使命的一部分。然而1987年奥里袭击约翰·希利克的事故依旧在行业内部引发了关于责任与安全协议的激烈争论。事故发生初期，海洋世界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将一切归咎于驯兽师的操作失误。当纪录片《黑鲸》上映，并将这起事件作为圈养虎鲸危险性的案例之一时，海洋世界迅速作出反击，指责影片存在误导性，并试图削弱公众对其指控的信任度。一些前海洋世界的驯兽师也站出来，对黑鲸中涉及的部分情节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影片在剪辑与叙述上存在选择性呈现的问题，甚至在细节上有错误。他们辩称，希利克的事故并非虎鲸蓄意攻击，而是一次误判引发的舞台意外。根据他们的说法，希利克在完成第一次骑乘绕池表演后，突然决定背对虎鲸完成第二次绕场。这个即兴的动作打乱了另一头虎鲸接收起跳信号的时间窗口，导致了突发的冲撞。在他们的版本中，事故并不代表虎鲸的攻击本性，而是人与动物协作中的信号错位所致。事后，海洋世界也确实出台了更严格的水中互动安全规程，
要求驯兽师严格遵守既定动作流程，减少个人即兴判断的可能性，从而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但无论是哪种解释，这起事故都已成为公众质疑缺氧制度的分水岭。它不仅让人看见了舞台背后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更让人开始追问，在娱乐与生命尊严之间，人类该如何取舍。另一位前海洋世界驯兽师杰夫·文特里也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承认，希利克事故并非虎鲸有意发动的攻击，而是驯兽师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位置。然而，尽管有这些说法，黑鲸仍将该事件呈现为一起攻击行为，从而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并推动了海洋公园行业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海洋世界对希利克事故及其他驯兽师相关事件的回应也遭到部分前雇员的批评。例如，前驯兽师萨曼莎·伯格认为，涉及驯兽师受伤或死亡的事件，没有任何一件是意外，他将其归咎于圈养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不充分的安全措施。伯格指出，驯兽师并未被充分告知与虎鲸等大型掠食动物共事的真实风险，也不了解动物的健康状况或它们可能带来的致命威胁。伯格的言论引发了外界对海洋世界透明度以及其确保驯兽师与海洋哺乳动物安全承诺的质疑。最终，海洋世界于2016年正式结束了虎鲸的繁殖计划。